或者我们八卦的，你都有这个。当你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都有这个。你的梢在做，你都有这个，这一连串的都有这个凝在，是不是？以八卦来讲，你用这里来控制这边，你没有凝，你不会有凝，你会有松，你会有这个，你会有这个。可是当我这个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呢，我就变成这个，我变成这个。这样是到这里为什么张不开？你说这个是不是？对。你这个没有翻啊？对，要翻到这边来，让这个开。这边。然后外面不要动，外面不要动。外面不要动。你尽量外面不要。这边还是这里？这里。这里不要动。这里不要动。哦，延伸。对对对。是延伸的意思。对。那个没起来。对，再走。你要让它到这边来。哦，这边拉到这边来。对，所以腰不要转。腰也不要动。走。这个往那边走，这个在这边，这个往那边走。这边。对，用手指，不要用肩推，用肩推就断掉。有拉到这边的。到了就转。到了就转。对了，然后从胯走，大蟒翻身，走，出走，肩膀放正，肩放正，这是背。走到底，沉，后手不要收啊，后手往前走，一沉，后手往前走，后手往前走。后手是什么手？对嘛？你一沉的时候，后手还是要往前走，不要往回拉。不要往回拉，是往前。往前落，往前，它是不是就起来了？你不要用肩膀让它起来，让力量走。沉，力量走不对了，你又去拉。沉不对，你又去拉它。沉往前走。这个也往前走。对嘛，沉往前走啊，然后转腰，再来。落胯跟转腰，它往前走，同时做，不要那样往前走。落胯转腰往前，你看你先往前了。落胯转腰。哎，你又是把它拉回来。不是它单独往前走，落胯转腰往前，同时3个动作同时，不要肩膀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不要肩膀，不对，你不是尽力在走，你是用肩膀在拉。落胯转腰往前，他走不过去啊。同时，就是可以再示范一次。看好，你这样往前了，是吧？往前了。我说同时是什么？是这个。你这样的时候，你的这个手起来，它是跟着这个劲起来的，这样不懂？而不是你们刚才在做是这样子的，你是分开的，所以你这个起回来，这个手回来，你是用肩膀把它拉回来，所以你走的路线是这个路线，你走的路线不是尽力的一个圆。落胯，你看，
这个啊，我这一往前，它自然起来了嘛。所以我这个起来是什么？是，我还是往外走哦。我这个手还是往圈外走，还是延伸过来，听不懂？晓得吗？就好像我们以前画一个圆嘛，你把圆心立一根棍子，牵一根绳子，牵一根绳子嘛，然后这边也是用一个铅笔或什么，你把那个绳子拉紧，你绳子持续拉紧的过程当中，它就是一个圆了嘛。你不是用铅笔去画，是不是？你用铅笔去画，那个绳子松掉了，你永远画不出那个圆。所以那个圆是怎么画出来的？是半径的张力画出来的。听不懂？这个是一样嘛？所以你的不能啊，我们都会做台阶的。你们都是台阶嘛？你台阶就是你在用，你想要用你的控制来画那个圆嘛？那你永远画不圆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把那个绳子拉紧了，中央不要动，拉紧了以后，它自己就画一个圆，这样不懂？对，这个转的过程，这个也不能挖，你手不能挖。对啊，你要维持到这个张力啊，所以你这是一直往外延伸的嘛，就好像它不是这样提，它会有一点斜度。它是你看它是这样子嘛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你走的是这个圆嘛，以你自己为中心，你自己为中心的圆，听不懂？所以你的手就像有一根铅笔在那个地方嘛，它引导着你不松回去，听不懂？哎，所以你那个圆是你看这样画的，我这个圆是这样画的，是我这个烧的地方，我一直往外延伸而画出来的圆。你看我这个手这样走，我的手这样走，是它自己画一个圆啊，不是我去控制要画一个圆的，听不懂？所以我要走一个圆，你用这里控制，它也是一个圆，可是你这个圆它不会是一个什么维持住一个张力的圆，它不会，因为你这个地方是松的，你这边会有，不是维持住那个半径嘛？所以你这个力量一直往前的话，我的半径是这个样子，我一直往前维持住这个半径，它自然就画出来这个半径的圆。我的半径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在这个样子，我的手指往前走，我维持住这个半径的张力还是一样，我画出来的是这个圆。这样不懂？所以烧来做，我在走圆的时候都是什么？都是烧在做，烧的张力在做那个圆，而不是我的中轴或我的身体。中轴是维持住那个张力的一个要件。那中轴它也转，可是中轴的转是配合着这个圆，它的圆的整体来转的。是吧？所以这牵涉到两种嘛，一个是有些讲的由中心由体的正来带烧，体来带烧形成动作，体来带烧放松，整个放松，体带烧来形成动作。另外一个是什么？烧带体，我的烧带体，你看我的烧带体来完成动作，我是烧的，你看手指延伸，我是不同半径的延伸，我是这个的延伸，这个的延伸，我是这个延伸，再带体。看不懂？我如果要用柔，
我用柔，我用中心来带，它就是这个，它就是这个，看不懂啊？我要维持到张力，维持到结构的，它就是这个。那你什么时候要用这个？什么时候要用这个？啊？啊？外面有压力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张力？当外面有压力的时候，我就用梢来做，它叫形于手指。形是什么？形就是姿态的变化，叫形。表现在哪边？在手指的变化，就是梢，就是梢的变化。所以我这边的变化是在哪边？在这个梢，我的梢的拉出来的，我的梢拉出来的半径，我的梢带出来的圆，我的梢带出来的圆。当我的梢带出来的时候，我这边全都有防御力，就都有棚。或者我们八卦的，你都有这个。当你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都有这个。你的梢在做，你都有这个。这一连串的都有这个凝在，是不是？以八卦来讲，你用这里来控制这边，你没有凝，你不会有凝，你会有松，你会有这个，你会有这个。可是当我这个要发挥作用的时候呢，我就变成这个，我变成这个。有看到吗？从中央从体去运作支的时候，你看，因为支它是松的，所以这个时候的支它是没有张力的，我就是体，所以我外面可以做很多的柔性的变化。可是当我柔性的变化，我柔性的变化要产生功能的时候，产生功能的时候，我就是用梢，你看它变成这个了，听不懂？也就是说，你的手来，他手来，我这个搭上，我这个搭或者这样搭，它是由这里来的，手是松的，手是松柔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手是松的，我才可以搭上它嘛。我搭上它以后要做事了。就由谁来了？就由他来了，我就要由他来做了，听不懂？你是搭上面是柔，你接下来你还是要用柔，你不行，你做不了功，晓得吗？因为它没有方向性，它没有贯穿力，它只是一个柔。看不懂？当我手指一出来的时候，当我手指，我这个是纯粹的柔嘛，是不是？当我要做事的时候，我的手指一出来的时候，手指一出来就有一个方向性了嘛。当这个方向性一出来，它跟后面就有了连贯了。所以我不往前，我如果就算在这边，我还是做一个圈的时候，我这个圈，你看它跟我之间还是有这个力在嘛。所以我在做这个的时候，我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张力在的，听不懂？所以中心跟带梢跟梢带弓都需要，或者没有谁带谁，我整个是一起的，就是我是一起的，你看，我是一起的，根本没有谁带谁啊，他们整个在做一件事情，你的身体每个关节在做一件事情，同时在做一件事情，没有谁先谁后，没有谁带谁，听不懂？这就是
这就是身体的运用的方式，不同的身体运用身体的方式。当你的条件够了的时候，你可以操控你的身体的时候，剩下的只是什么？剩下的只是你怎么用它嘛，那就是方法，那就是术的最下面的东西了，或者术的最后的应用法。所以术的应用法可以多变化的，就看你对你身体的操控达到什么程度。你可以操控的，你的身体操控的越灵活，你的术你可以变化出来的方法就越多。所以在方法上来讲，不能局限于我一定是梢带根，我一定是根带梢，我一定是要有整劲，我一定是松有不，通通不对，通通对。可是你执着一个的东西的时候就不对了，晓得吗？他们都是使用身体的方法而已。当你执着于一个方法的时候，你会把身体训练成你只具备用这个方法的能力了，用其他方法的能力你就没有了，晓得吗？所以我刚才讲过嘛，你是带着什么思维去练的，是很重要的。你以术为他的思维，你的理就卡在这个术的范围内了，晓得吗？你先有个理在，然后你在练术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受限于那个术。所以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，看不懂？可是我们要练的是理啊。在我们现在是练张力。对呀，他是现在的人不容易有的，而必须要练的嘛。教的可以学的，可以应用的。所以说，现在什么炮锤这些套拳，你说他们不太好用，在我们现在的状态，但是它是一个方式，了解理，越是基本拳，里面包含的理就越多，比方讲离宫拳，离宫拳就包含什么？让你去了解离卦、离宫的理。坎宫拳，它就局限在让你去理解坎宫的理，是不是？炮锤就不是了，炮锤里面有两仪、有四象、有八卦，是不是？有八卦的属性，有八卦的方位，它包含的理就很多了。